搬家，贝贝熊系列丛书。搬家，行李打好了，搬家车也来了，咱们一起去贝贝熊家看看吧，并祝他们好运。贝贝熊系列丛书，搬家，美斯坦伯丹、简伯丹绘著，张德奇等译。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，家长和子女共同成长。贝贝熊一家住在熊王国的一座大树屋里，门前有一条金色的土路，通往熊王国深处。但几年以前，他们并不住在这里。那时，家里只有小熊哥哥一个孩子。在熊王国边上，有一座大熊山，他们住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。那是一个舒适的山洞，冬暖夏凉，但也不是尽善尽美。里面有些阴暗潮湿，还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。可那毕竟是个家，贝贝熊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。他们快乐而又忙碌地生活着。熊妈妈忙着操持家务，还照料着一小块菜地。熊爸爸锯木头，做家具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小熊哥哥忙着爬山、捡石头，和小朋友们玩耍。但是，住在山坡上并不很理想，地里石头很多，土质也不好，种菜很不容易。周围的树木越来越少，熊爸爸伐木走得也越来越远了。然而，这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视野开阔，景色迷人。是的，住在这座山洞里，贝贝熊一家的确感到很幸福，也很满足。但是有一天，熊爸爸说：“亲爱的，咱们该搬家了。”小熊哥哥叫了起来：“什么？搬家？”熊爸爸说：“对，搬家。山坡上的树越来越少，伐木也越来越远了。”熊妈妈也说：“是啊，这块菜地土质不好，石头又多，很难养活咱们全家。再说，咱们家还要添人口呢。”小熊哥哥又问：“搬到哪儿去呢？”“搬到山谷去。”说着，熊爸爸开始把台灯和其他的东西往箱子里装。山谷，小熊哥哥心想，下面的山谷看上去很漂亮，但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住在那儿，那儿实在是太远了。小熊哥哥问：“我的玩具怎么办？”“当然带上了，来，把它们装在这儿。”说着，熊爸爸递给他一个箱子。“那我的书呢？也带上。”熊爸爸又递给他另一个箱子。小熊哥哥问：“那我的朋友们呢？总不能把他们也装进箱子带走吧？”“那倒是。”熊妈妈把小熊哥哥抱起来，放在腿上。“你得离开小朋友们，爸爸和妈妈也得离开朋友们。搬家就是这样。”
但你可以和他们保持联系，可以写信，还可以来看他们。再说，你也可以交许多新朋友。小熊哥哥问：咱们什么时候搬呀？熊妈妈告诉他，明天一大早，搬运工就来了。晚上，小熊哥哥躺在角落里的床上，想象着离开老邻居和老朋友的情景，想象着搬到新地方和交新朋友的情景。他久久不能入睡，心想，看来今晚是睡不着了。然而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早晨，搬运工开着大卡车来了，开始把贝贝熊家的东西搬出山洞。熊爸爸喊道：全都装上车。东西一件件搬上了车，搬运工动作很麻利，而且很小心，不一会儿，山洞里就空了。贝贝熊一家不舍得忘了他们曾经的家最后一眼，向朋友和邻居道了别，上了车，向山下驶去，后面紧跟着搬家的大卡车。山路崎岖狭窄，坑坑洼洼，一路上他们走错了几个岔道，又拐回来，费了不少劲儿，终于到达了山谷。这里有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。瞧这森林，熊爸爸兴奋起来，这下有足够的木头让我砍了。路过长满庄稼的田地时，熊妈妈也激动起来。瞧这黑油油的土地，我就会有一块漂亮的菜园了。小熊哥哥四处张望着，寻找朋友和玩伴，但只看见了一只青蛙和几只蝴蝶，而且它们看上去也不太友好。拐过弯，他们来到了一条金色的土路上。熊爸爸说：该下车了，转过弯就到咱们的新家啦。小熊哥哥说：可是这是棵树呀。熊爸爸说：对，一座树屋，一座漂亮的树屋，有楼上、楼下、阁楼，还有一个你自己的房间。的确，这真是个漂亮的房子，一座空了心的大橡树屋。然而，它还需要装修，油漆斑驳，有几节楼梯已经破烂不堪，一些树皮也松动剥落了。但熊爸爸、熊妈妈制定了一个周全的装修计划。搬运工把东西往新家里搬，贝贝熊一家憧憬着新居的样子，那将是一座非常完美的房子。他们沉浸在无限的遐思中，竟没有注意到来了很多客人。新邻居们带着礼物来欢迎他们了。小兔子送来了炖萝卜，小鸟和松鼠送来了草籽和坚果，有几个熊家庭送来了蜂巢、野浆果，
还领来了一群小朋友和小熊哥哥一起玩。贝贝熊一家感到自己在这个新地方很受欢迎。到晚上睡觉时，他们尽管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但仍然很开心。装修一新后的树屋简直棒极了。